我是杨芳姐姐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很眼熟？没错，就是上次我被黑天鹅追也要带你做梦的地方——茂源惊喜。不过这次呢，我们不聊房子，聊聊车。要说现在市场上加价最狠、最火爆的 SUV， 那一定属大 G。我刚打电话让我的朋友开了一辆 G63 AMG 过来，那今天呢就带你们感受一下为什么小姐姐都无法抗拒这辆车。裸车价240多万，加价呢80万，最后拿下将近330万，关键加价就能买一辆阿尔法了。能选配的都选了，还做了一些改装，一会儿我们细聊。对于车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颜控，喜欢大 G 呢也是因为它这个方盒子造型。第一代大 G 的需求其实是来自军方，后来才转为民用的。它的整体造型呢，非常的硬朗，非常的刚。我1.7米的身高，在它面前是不是也显得很娇小？颜色选配的是耀颜黑，而且车身呢还增加了铝制，刚性比原来强了，重量要比原来轻了，而且还省油了。不过开大 G 的谁在乎这点油钱呢？前脸呢是竖条状的进气格栅，小黑板划重点来了。这是区分 G63 和 G500、G350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。我最喜欢这两只圆圆的大眼睛，1.9万选配的几何多光束 LED 大灯，效果还不错。我先教大家一个小 tips 如何打开引擎盖。这里有一个手抠还挺隐蔽。OK， 这是第一步。Step 2， 这里有一个手抠，要把它摁下去，抬起来就好了。发动机是 4.0T V8 双涡轮增压 ，AMG 设计师的签名在这儿，你们有同款吗？是不是觉得 2.0T 的 G350都不香了？那都是弟弟。奔驰之所以会推出 2.0T G350，那就是为了降低门槛，但是不差钱的都买 G63。最大马力达到585匹，最大扭矩呢是850牛米，100公里加速只要4.5秒。你可能会说这也不快呀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好歹是个2吨多重的大铁盒子。升级的熏黑转向灯和以前军用车上的防空灯相似，这也是我印象中 G 级特有的设计之一。22寸锻造轮毂，用红圈点缀搭配红色的卡钳，在黑夜中像不像一个高贵的骑士？高有1.9米，快2米的样子，很挑停车场哦。你要下地库的时候可要小心了。后排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个双侧排气，朋友是改了天蝎的排气，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听听声。我们先来看看里面的空间，这个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清脆，像子弹上膛一样？你们男生是不是特别的痴迷？那再让你们听几遍哦，记得戴好耳机。其实女生买车很少会关注配置或者是性能，只在意颜值怎么样，比如有没有印花粉呢，好不好开坐起来舒不舒服那下面姐姐就教大家如何优雅的上大 G。当然啦，我一会儿会把我的高跟鞋换掉，穿平底鞋来开车。拜拜啦！一进来就能感受到奔驰那种熟悉的系统。升级以后呢，要比上一代更好操作。仪表盘和中控是双12.3英寸的大屏，方向盘手感还不错。这儿呢是皮，这儿是钢筋黑烤漆，那这儿呢就是碳纤维了。车里这些碳纤维加起来怎么也得加价个3-5万。3把锁的经典设计在城市中用不到，只有在越野模式才会用到。但对于大 G 的车主来说这就代表着奔驰的传承，代表着身份。我可以不用，但是必须得有。涡轮风扇的空调出风口还不错，很有科技感。下面呢是一块万国的表，这个只有 AMG 系列才有，像普通版的大 G 连选配都选不了。通过旋转按钮来控制面板，音响是柏林之声。那我们现在放一首歌来感受一下，贵是有贵的道理的。天窗虽然有点小，但也是为了整体的刚性不被破坏。
内饰整体来说呢，很豪华，具有冲击力的红色，还有神秘的黑色，这是万年流行的经典搭配了。Napa 的座椅坐起来啊，真的是谁舒服谁知道。像座椅的加热、通风、坐姿记忆这些常规功能啊，当然是必备项了。我不知道别的小姐姐啊，但是我一上车呢，就会找地儿放包、放墨镜、放咖啡杯。比如说这里就可以放上咖啡。存储功能啊，对女生来说一定得够用。当然啦，化妆镜很重要。出去玩或者是见个客户，需要临时补个妆什么的，大 G 的化妆镜啊，跟库里南天悦比起来，已经人性很多的。这个座椅啊，真的是挺高的，而且头上的空间也很大，前面的视野特别开阔。我相信再瘦小的姐姐坐在这儿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有网友说呀，这是公交车视野，我觉得没毛病。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后排的空间如何，依旧是优雅的上车。座椅的舒适程度呢，跟前排一样。后面的空间啊，你看我这种大长腿都是绰绰有余，所以我觉得还是 OK 的啦。小姐姐们最担心的就是下车烫腿，尤其是穿短裙短裤的时候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如何正确下车。首先呢，是左脚搭在脚踏板上，右手扶在车门上。OK， 这样就下来了。因为今天杨小姐姐穿的是高跟鞋，如果我穿的是平底鞋啊，一定是更娴熟。越野车呢，就是背个小书包才够野性。后备箱的门啊是侧开的，还挺沉。那后备箱的空间对于女生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每次跟姐妹们出去 shopping， 所有的战利品都得放得下。这里的空间啊还是挺大的，高尔夫球包你想横着放、竖着放都是很轻松，没问题。接下来呢，上车带你们去浪，先感受一下排气声浪。你听这个声浪像不像巨兽怒吼的声音？既沉稳磁性，又暴躁狂野，还带一点咕嘟咕嘟咕嘟煮水的声音。我当时有问朋友啊，他为什么要买大 G？ 他说必备，这是他这辈子必须有一辆大 G。其实他在买的时候呢，也有跟天悦做对比，但是天悦吧没法给他这种力量感和这种征服感，所以就选了大 G 这辆车。其实我觉得车和车之间，他们有的时候没法做比较。你像奔驰里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大 G， 它能给你这种刚性、安全感。给你这种速度和激情的感觉，但是你要是在宾利里呢，我就会比较喜欢欧陆，它能让你很轻松、很时尚。你要是劳斯莱斯呢，那肯定我就会选择库里南。它其实买这个大 G 呢，也不是说为了越野，更多的还是城市里代步，但是要的就是这种征服感和男人的感觉。其实买豪车跟买豪宅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，还有它的这种生活品质、生活方式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这些拍车的网红为什么会这么的开心。每一次拍摄，就是拍车和拍房子完全是两种思路。因为拍房子都是静态的，你可以给他介绍这里是几居，这里有多大面积、多大面宽。但是车呢，你是完全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它。你们体验它的速度，然后感受这种激情，感受这种力量，确实它的这种冲击感和兴奋度是没法比的。坐稳了啊，我要加速了。这个推背感确实杠杠的，还不错。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侧向支撑？就是这两个包围的地方，你在拐弯的时候，它能拖住你。我给你拐个弯啊，你来体验一下它的侧向支撑。这个后面车跟着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前面这个姐姐怎么说停就停，说拐就拐。现在有吗？侧向支撑感受到了哈？对，它就是避免你在拐弯的时候身体左摇右晃的。越开越爱这辆车。今天的G63就体验完了。
于大多数的小伙伴来说呢，G63是他们的终极梦想，是他们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的工具。那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你们就要更加的努力了，从一键3连开始。还有什么想让杨芳姐姐体验的车，记得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